咁咧呢段影片咧係真係特別多事嘅，成個市場發生咗一個咧自2000年代咧最嚴重嘅全球金融危機，亦都係咧美國史上第2大嘅銀行倒閉事件啊！上星期四美國嘅 SVB 銀行咧出現咗呢個大擠提，可以講緊係1970年代大蕭條以嚟咧幾廿年都冇見過，啲客咧係好緊張，要將啲錢咧攞翻晒出嚟。SVB 咧係美國第16大嘅銀行，亦都係矽谷咧上面存款最多嘅銀行。但係依家咁大規模銀行喺48小時裏面就倒閉咗啦。我哋一齊睇一睇個 timeline，因為呢個 SVB 啦，同埋 Silvergate，仲有 Signature Bank嘅倒閉咧都係有啲關係嘅，所以咧我會一次過同你哋一齊睇。3月8號 SVB 咧公布咗佢哋賣出呢個美國國債所得嘅損失高達1.8個 billion。同一日 SVB 咧亦都宣布咗佢哋個 banker Goldman Sachs 咧同佢哋 arrange 咗一個債券嘅發行，係 convertible， 講緊係融資500個 million。而3月8號同一日 Silvergate Bank 咧都宣布要將會結束業務啦。3月9號 SVB 咧一日內咧被佢哋嘅客戶咧擠提取，講緊係42個 billion 美金。3月10號 FDIC 美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就宣布 SVB 正式由佢哋接管。而我喺我錄呢段影片嘅前一日 FDIC 都接管埋另外一間銀行 Signature Bank。大家都見到 SVB 咧呢間銀行喺佢嘅資本流動嘅 capital liquidity 出現問題嘅時候咧，而喺上星期三咧喺爆煲之前，佢已經想利用發行呢個 convertible bonds 呢個債券咧去融資500 mil 嘅，本身係諗住用呢個發債去安撫成個市場。點知咧就唔係佢哋想象中咁好，佢哋嘅客戶不但冇被安撫，反而仲係恐慌性咁樣咧，佢哋銀行咧去提出晒所有嘅存款。而依間 Silicon Valley Bank 嘅 CEO 咧Greg Becker， 佢亦都喺銀行倒閉前嘅2星期出售咗佢價值咧3.6個 million 美金嘅公司股票。賣出股票嘅短2星期內咧，成間公司就錄得一個巨額嘅虧損，仲要俾 FDIC 接管埋添。咁究竟呢個係咪人為事故啊？佢嘅成因係點呢？市場上面好多人都怪呢一個係一個加息嘅問題，因為加息咧令到好多科技公司佢哋嘅借貸成本升高，所以咧就令到佢哋咧少咗流動資金，所以咧就要突然之間將好多錢拎走啦，令到銀行咧出現呢個流動性問題。冇錯，由上年開始聯儲加息，將呢個利率咧由一個紀錄創新低嘅水平咧不斷向上調，所以借貸成本上升咧絕對係一個主因。但係另一個大家唔可以忽視嘅原因咧，就係呢個的確係一個人為事故。首先呢個係一個溝通出錯嘅問題，公司發行呢個 convertible bonds 嘅時候咧，同埋蝕賣佢哋手頭上嘅 treasury bonds 嘅日子咧係同一日。就正如我頭先講啦，原本發債咧就係想安撫投資者，但係咧投資者得到嘅第一個訊息係相反，間公司好等錢使，蝕賣手頭上嘅美國國債要有成1.8個 billion 嘅虧損咧，蝕住都要賣出去。依間銀行咧一定係好有問題啦。於是呢啲咁精明嘅 venture capital 嘅投資者啦，佢哋集體咧喺 SVB 裏面咧withdraw 佢哋嘅錢。而喺成件事裏面，加息除咗係令到好多嘅 startup 公司嘅借貸成本上升，其實另外一個重要原因就係 treasury bond 啦。treasury bond 即係國債，都係佢哋公司嘅投資組合裏面咧，即係佢哋個 portfolio 啦，出現咗人為嘅錯誤。而呢個人為錯誤咧，可能咧係更早時間咧已經發生，即係唔係突然之間呢幾日發生。最早咧係可能係至少2年前發生。SVB 同埋 Silvergate 咧手持大量咧低 yield 嘅中長期債券，加息嘅週期裏面，新發行嘅債券佢哋個利率咧會比舊債券高，所以舊嘅債券因為佢嘅收益率咧轉低咗之後咧會被拋售。就好似正如我過去咧1年以嚟，其實喺我唔同嘅影片咧都不停咁樣講，長債係加息週期內咧其實係唔適宜去買，就係因為呢個原因啦。新債嘅收益率高，令到大部分人都拋售舊債，舊債嘅債價咧就下跌啦。所以長債一般嚟講咧，對投資者嚟講係一個所面對嘅利率風險咧係特別高。除咗 SVB 嘅1.8個 billion 嘅損失之外， Silvergate 都一樣，佢哋咧都錄得718個 million 喺債價上面嘅損失。咁所以咁講啦，我自己覺得就呢個買債呢樣嘢咧，絕對係一個管理層上面嘅人為過失啦。咁但係當然同一時間，因為佢哋都係面對緊一個聯儲急劇加息嘅過程，變咗你今日俾錢去買嘅債，聽日咧呢個債咧就已經冇咁值錢啦。好，第二個原因就係咧 Silvergate 同埋 SVB 啦，仲有 Signature Bank 3間銀行咧，佢哋都係 expose 喺一個風險好高嘅客戶群裏面。咁 Silvergate 同埋 Signature Bank 嘅客戶咧，主要都係加密貨幣交易平台啦。成個幣圈大家都可能
人知㗎啦，喺上年啊同埋今年咧都經歷咗唔同嘅平台啊，都出現呢個倒閉嘅事件，譬如 FTX 啊、Celsius 啊、BlockFi 等等啊，整個加密產業裏面咧，佢嘅資金流動性其實變得好脆弱。咁現時嚟講，尤其是喺2022年至2023年嚟講，其實好多投資者咧對呢個加密貨幣嘅投資咧嘅信心都跌到去低位。咁至於 SVB 咧，佢就自己捧自己咧係已經係連續40年專注咧向呢個 startup 初創企業咧提供呢個貸款。咁佢基本上咧係 target 一啲高風險嘅客戶群嘅一個銀行嚟嘅。startup 顧名思義就係高風險啲啦，所以基本上佢哋嘅 target 嘅客戶群咧本身就係高風險啲嘅一群，亦都係 venture capital investor 啦 VCI 嘅中文名咧亦都叫做風險投資者。咁呢度有風險啦，即係風險就大啦。講咗少少啦，唔同嘅 startup funding 啦。好，咁點解 VC 啊？點解咧 venture capital 就係高風險嘅投資者咧？咁呢度咧可以睇少少關於 startup 點樣去融資先，分別就係 A 輪融資啦、B、C、D 啦，同埋 Mezzanine Loan， 仲有咧最後就係去到 IPO 嘅階段啦。基本上你會見到 VC 咧係 involve 喺第一輪嘅融資啦，至到去 Mezzanine Loan 呢個 stage， 佢哋都係 involve 喺裡面嘅。即係話咧 VC 早喺 A 輪融資嘅投資咧已經係涉足喺個 startup 裡面。我就會話喺 Series C 之前嘅公司咧，即係第三輪嘅階段咧嘅融資公司咧，其實佢嘅風險度都係極高。相對嚟講，你都見到啦，佢哋嘅 cash flow 咧都係較少嘅。SVB 咧佢就吹捧自己同美國接近一半嘅風險投資公司，即係呢啲 venture capital 嘅公司咧，去為佢哋提供服務。但係呢啲 venture capital 咧，其實佢哋係 taking care of 一個最高風險嘅公司嘅階段，即係第一輪至到咧 Mezzanine Loan 呢一輪。而啲初創嘅科技公司咧，通常係高度依賴貸款嘅，對佢嚟講啲 cash 咧就好似血咁，不斷咁樣泵去佢哋個心臟咧，佢哋先至夠錢做生意或者係做 R&D 或者係開發新產品。所以當呢個利息不斷上升嘅時候咧，佢哋嘅借貸成本咧就變得好貴啦。所以公司亦都面臨嚴重嘅 liquidity， 即係資金流動性嘅問題。最終咧就演變成上星期咧一個恐慌性擠提嘅局面。哇！我依家唔攞錢，我遲啲唔夠錢出糧喎，點算咧？不如快啲攞晒出嚟。第二我哋要睇咧就係美國嘅金融體系裡面係咪有一個黑洞咧？究竟呢個 too big to fail 啊，呢一個 quote 沿用喺過去幾十年嘅美國嘅金融體系上面，仲適唔適用咧 ？SVB 係咪就係一個個別事故咧？好明顯咧 ，SVB 梗係就唔係一個個別事故啦，因為喺我呢個錄呢段片嘅之前嘅一日咧，又多一間銀行 Signature Bank 咧係被關閉啦。咁究竟我講嘅黑洞喺邊度咧？其實大家可能冇留意喺整個美國嘅銀行界裏面咧，佢哋嘅資產負債表裏面有高達6200億美金嘅大黑漏洞。喺 FDIC 嘅報告裏面，佢哋指出喺呢個銀行體系裏面，佢哋投資咗喺債券上面咧嘅 realized 嘅利潤或者係損失啦，即係 gains 或者 losses。雖然咧呢度咧就好似睇落去好正常喎，每間銀行都有正常投資喺咧債券上面，睇落去好似冇乜漏洞。但係如果你再睇下呢個unrealized 即係未確認嘅 gains 同埋 losses 咧，你就會明我講咩啦。喺呢個圖表裏面，自從2022年開始加息之後，已經咧連續4季大幅錄得咧呢啲債券嘅資產面值咧係快速咁樣下滑緊。呢啲我點解講話係面值咧？因為咧呢啲銀行其實未賣嘅嗰啲債券，咁所以咧佢哋淨係可以話喺佢帳面上面損失，但係咧 SVB 同埋 Silvergate 佢哋嘅分別就係佢哋係唔係帳面上面損失啦，已經係 realized 嘅損失啦，因為佢哋冇資金逼住咧要蝕賣佢哋手頭上嘅國債咧，去填補咧呢個資金流動性嘅問題，因為大量嘅客戶喺同一時間突然要攞晒咧佢哋自己嘅存款。頭先有提到呢個投資喺較長年期嘅債券咧，因為呢啲債券嘅收益率會受呢個加息嘅影響，而喺急速加息嘅時間咧，好多依家銀行手頭上持有呢啲債券嘅資產嘅面值咧，其實咧都已經大跌啦，形成佢哋帳面上面咧一個巨額嘅損失。但係點解佢哋要買咁多 Treasury Bond 咧？國債咁呢度可以講多少少啦。咁國債咧亦都係叫做無風險嘅債券，亦都係銀行甚至係一啲大公司，就算蘋果公司啊、Microsoft 佢哋咧好多企業嘅一般嘅做法，佢哋將部分佢哋capital 或者資金啦，佢哋或者係銀行裡面客戶嘅存款咧放喺呢個國債裏面，賺一個咧即係唔係太高，但係叫做一個無風險嘅利率。但係面對急速加息嘅環境，頭先講咗啦，令到舊債嘅債價咧不斷咁樣下跌，所以佢哋手頭上咧呢啲資產咧 hold 住嘅話，唔放嘅話咧，
就要錄得呢個帳面上面嘅損失啦。如果你問我會唔會更多銀行咧會捲入呢個無風險利率債券呢個問題咧？好老實講，我就唔會講話咧，呢3間銀行之後咧就係等於完結嘅。我自己覺得會仲有更多嘅銀行咧會被涉及喺呢一個問題上面，尤其是係一啲咧客戶群屬於高度風險啊，我叫佢哋叫做精選銀行啦，因為佢哋係精選佢哋某一個類別嘅客戶去做生意嘅。咁對於呢啲精選銀行嚟講咧，佢哋影響會更大。不過如果你問我大型銀行啊，譬如 JP Morgan 啊、Goldman Sachs 啊、Bank of America 等等咧，因為本身佢哋客戶群嘅類別啊本身係較多啦，就唔係淨係集中喺 startup 或者唔係淨係集中喺一啲高風險嘅科技或者係醫療產業上面。咁佢哋嘅業務咧都係比較 diversify 啲，而佢哋嘅存款量都好充足。即使依家個大圍嘅金融環境唔係咁 stable， 如果真係有部分嘅客戶要 withdraw 翻佢哋嘅存款咧，其實佢哋嘅暫時佢哋個保啊個帳簿咧仍然係好穩健嘅。佢哋唔係要接近咧要蝕賣嗰啲債券咧先填到嗰個 liquidity 嘅問題。咁呢啲大銀行咧暫時唔係去過嗰個位置。咁但係可以肯定嘅就係咧，聯儲局如果繼續咁樣激進咁樣加息嘅話咧，未來可能會有更多呢啲咁嘅邊緣銀行會出現。咁而另一方面，好多人都擔心連續幾間銀行都被關閉啦。咁其實對市場嘅影響係點呢？咁對於加密貨幣 startup 嚟講呢，佢哋嘅融資會絕對係一個好大嘅影響。咁我自己比較擔心呢，係會唔會有更多嘅加密貨幣嘅平台，因為資金流動性嘅問題呢而冇辦法運作啦。因為佢哋呢依家係會越嚟越難去揾到間銀行去借錢俾佢哋，幫佢哋融資㗎啦。咁呢度會唔會引發一個連鎖嘅倒閉事件呢？咁而 Signature Bank 咧係比早2日宣布關閉嘅Silvergate，佢哋涉足更加多嘅加密貨幣市場上面。咁而喺加密貨幣市場裏面咧 ，Signature Bank 係第一位喺美國嚟講，第2位咧就係 Silvergate 啦。咁即係2間主要嘅銀行咧都關閉咗，被呢個 FDIC 接手。而好多交易所咧都將佢哋嘅資金存放喺呢2間銀行裏面。咁譬如 Coinbase 嘅話咧，佢有240 million 咧係放咗喺 Signature Bank。而 Paxos 咧都放咗250 million喺 Signature Bank 上面，而淨係喺加密貨幣上面嘅出現呢個流動性問題，會唔會好似火燒連環船嘅效應，令到整個金融系統都出現問題呢？會唔會因為好多客戶或者投資者蝕咗好多錢喺加密貨幣市場，而佢哋要抽走呢？佢哋喺其他資產，譬如股票、債券上面咧嘅資金呢？咁如果你話一般嘅公眾啦，其實好多人都唔會存款多過25萬嘅美金嘅，以呢個數量嚟計咧，大部分都係一啲細嘅存款戶啊，或者係投資者啦。而 FDIC 咧就好似一個保險嘅貸方嘅形式，佢哋咧會得到呢個聯邦政府嘅擔保啦。咁而最高可以獲得嘅保金咧就係25萬嘅美金。但係咧呢度就係個問題啦，因為咧 SVB 大部分佢嘅客戶咧其實就係 startup 或者係間公司或者 VC 啦，所以佢哋嘅存款額咧一般都高過25萬美金嘅。咁睇翻個消息啦，只有2.7% 咧喺 SVB 嘅存款咧係低於25萬美金，即係話有97.3% 嘅存款咧都係唔會得到呢個 FDIC 嘅保險嘅保護啦。而喺美國有高達50% 嘅 venture capital 都係由 SVB 銀行咧對面提供服務，或者係做融資或者做借錢啦。咁而 SVB 咧佢哋嘅業務都好犀利嘅，涉及晒全世界，包括中國、英國啊、愛爾蘭、德國、瑞典等等。咁而截至到去到2022年12月31 SVB 嘅總資產咧就係211.8個 billion， 而佢哋喺債券嘅投資總額咧係講緊120.1個 billion， 佢哋嘅客戶總存款咧就高達173.1個 billion。聽到呢度，呢個作為全美第15大嘅銀行，如果佢哋真係關閉嘅話咧，我睇到嘅影響係可以好巨大。咁呢啲大量嘅 VC 啊，或者係 startup 咧，佢可能攞唔翻，或者係暫時攞唔翻啊。佢哋嘅喺 SVB 或者係 Silvergate 又好，或者 Signature Bank 又好，佢哋嘅資金，咁呢啲資金係攞嚟做一個日常公司嘅營運噶嘛，出人工啊，或者係員工嘅退休金啊。咁其實依家咧好多嗰啲 Silicon Valley 嘅公司啦，甚至遠到去英國或者新加坡等地嘅唔同嘅 startup 公司，譬如 Ocabile、Lingumi 呢啲公司咧，佢哋都擔心可唔可以應付到佢哋員工嘅人工咧？因為全世界好多 startup 都將佢哋現金咧放喺 SPV 上面。至於喺股市上面，當然啦，某類型嘅產業嘅影響較大啦。
就係大家都知嘅銀行業同埋加密貨幣上面啦。咁好多人就會問呢個問題，其實呢個係咪 SVB 事件其實係咪就係雷曼兄弟嘅翻版呢？雖然都係講緊銀行嘅倒閉啦，但係咧其實佢哋倒閉嘅原因啊，個性質其實完全唔一樣。雷曼兄弟主要係佢哋嘅資產 over leveraging， 即係過度嘅槓桿。咁我唔會認為咧 SVB 呢個事件咧係同雷曼兄弟一樣，但係 instead 咧有啲係似1970年代啦大蕭條裡面嗰陣時咧出現嘅擠提事件。對我嚟講喺宏觀上面比較令我關注嘅嘢咧，其實係呢個系統性嘅風險，因為其實咧傳統上面啊喺利率上升嘅週期時期裡面咧最受惠嘅股票嘅行業咧其實係銀行股。咁但係今次咧由銀行股帶頭領跌咧，即係代表咧投資者對成個金融系統性嘅風險咧係出現一個極其恐懼擔心嘅狀態。咁而喺大力加息之下，頭先我提到嘅620個 billion 嘅大黑洞啊，呢一個漏洞幾時會爆呢？仍然係成為好多人嘅疑問。但係如果唔加息嘅話，如果 Fed 停止去打擊通脹嘅話，又會將美國推入呢個衰退喎。咁所以我睇啦。整個嘅加息同埋呢個銀行事件，依家其實係話俾我哋聽，我哋係面對緊一個全面嘅系統性風險，唔係淨係單單係加息週期幾時完結嘅問題啦，已經係因為呢個加息步伐的而且確係對呢個銀行系統咧造成一個挑戰，所以對股市上面嘅影響咧仍然係好巨大。咁你哋話問我知唔知未來呢幾日會發生咩事？我係冇辦法係答到呢一個問題。但係隨住呢個事件咧發展發酵啦，多啲銀行咧會出現呢個系統性嘅問題嘅時候咧，我相信聯儲都會係插手，而插手喺出現呢個嚴重事件之前咧，可能由 FDIC 去接手翻呢啲銀行咧。再進行一個全面嘅清算咧，會比較好啲。投資者喺呢個股市咁不穩嘅階段嘅時候咧，要作出投資之前，記得要自己做翻功課啦。咁其實好多資料咧，亦都可以喺公司嘅財報啊，或者係佢嘅年報裡面咧，可以睇到嘅。譬如佢哋嘅流動性資金係點樣啦，佢哋嘅債務比率又係點樣啦，佢哋嘅存款比率，譬如啲銀行存款比率係點樣啦。其實呢啲咧都係一啲好多有用嘅資料。咁我呢個豬豬課程裡面咧，有教咗估值啊，同埋點樣睇財報啊，點樣睇年報等等嘅，同埋咧有一系列嘅財務數據咧，係教咗你去點樣去分析翻呢間公司嘅財務表現嘅。如果你有興趣嘅話咧，可以 click 下面嘅連結咧睇一睇啦。啱啱錄完影咧，我就睇到 breaking news 啦。咁咧上邊就話咧，美國政府會 bail out 翻 SVB 嗰啲存款戶嘅錢，佢哋可以攞得翻晒。你睇下，真係做 YouTube 咧，真係幾辛苦。我做完一紮咁嘅 research 之後咧，佢又出過突然之間 breaking news 啦。咁依家咧，後面同事都仲剪緊片，咁咧又有嘢改啦。我盡咗力㗎啦嚇，大家。不過咧，你話如果睇翻呢件事咧，即係我少少感想啦。我嘅感想就係暫時咧呢件事咧係可以告一段落。因為事實上政府嘅插手啊，去協助翻咧嗰啲存款戶，令到整個嘅金融市場咧穩定翻先，即係冇咗嗰種恐慌感先。咁但係你話如果你問我，其實成件事頭先都講咗係一個人為嘅錯誤。bail out 係咪即係話之前管理層所做嘅錯事，就係佢哋咧買咗好多低嘅回報嘅遠期嘅債券，你依家都可以同佢咧俾翻佢當時買入嗰個價錢啦，定係點樣咧？即係唔使再付出，唔使去 suffer，即係唔使去承擔翻呢個債券嘅面值個票面價值已經係跌咗嘅事實咧。咁呢度一個舉動會唔會係鼓勵翻一啲咁不負責任嘅管理層啦，或者係一啲錯誤嘅財務嘅 decision、公司管理不善啊等等嘅即係錯誤嘅嘢，會由未來都係由政府埋單咧？會唔會助轉咗呢啲公司或者呢啲銀行係唔再需要咁負責任咁樣為自己嘅 capital 嘅 liquidity 去負責咧？咁呢度係存在疑問啦，即係好似簡單講句，個小朋友喺超級市場偷嘢，咁啊爸爸媽媽幫佢俾咗錢，
俾翻超級市場就了咗件事啦，係咪咁呢？係咪應該要教翻個小朋友呢？咁個小朋友要點樣先可以學習翻呢一個錯誤所帶嚟嘅結果，佢以後唔會再犯呢？咁呢一個呢，就係美國政府將來要做嘅好重要嘅嘢啦。好啦，咁呢度少少資料補充，咁希望幫到大家啦。咁咧呢段影片咧係真係影得好倉促嘅，係啊，星期日啦個 weekend 咧都花咗啲時間去做翻啲寫稿啊，做翻啲資料搜集呢啲嘢啦。咁希望呢段影片嘅資料幫到你哋手啦。你都留言話俾我聽，呢3間銀行倒閉啊，究竟喺你眼中會唔會對整個嘅股票市場或者咧係甚至係債券市場出現一個系統性嘅風險呢？而你又會唔會覺得呢一個係下一個嘅金融風暴嘅開始呢？好，如果你中意呢段影片咧，記得 click 翻個 like、留言、share 同埋訂閱。訂閱嘅時候咧，記得 click 翻個 notification 啦。下次再見，拜拜。啱啱錄完影咧，我就睇到 breaking news 啦。